你越想说服别人，别人越自动跳过。你越想被认可，越像空气消失在房间。明明你开口了，人家却像没听见一样。你讲的头头是道，别人点头如捣蒜，转身却全忘了。你觉得自己讲的有理有据，结果社交场那位能聊不累的社牛哥一出现，全场都被他吸走了注意力。不是你不会说现实太扎心，别人不听你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你对他们没用。没人欠你一个耳朵。真正的影响力不是靠你去追去说服，而是别人自己走向你。暴击认知，你不是不行，是没人想听你说话。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瞬间？你业务懂得比同事多，会议上却被老板当背景音，跟空气差不多。家庭聚会你讲的有理有情，却被说你太钻牛角尖。朋友群你认真说理，别人却跑去听那个没逻辑但很轻松的社牛哥。你拼命修炼表达力，别人用一句舒服的语气就拿下全场，甚至赢得信任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我还不够优秀？是不是表达技巧太差？ No， 真正的问题是你还没掌握影响力的游戏规则。现实是有用的内容反而最没人听，而让人舒服的人最容易被关注。认知逆转，影响力3阶跃迁。影响力不是谁说的多，而是谁让你感觉解决了问题。真正打动人的绝非冷冰冰的论据，而是你带给别人怎样的情绪体验和心理投射。影响力3阶跃迁模型，从可感知的价值到建立信任，再到自发跟随和认同。这里有几条人性底层定律你必须知道。人类不是逻辑动物，而是感觉动物。人会记住感觉，不会记住你说了什么。人不喜欢被说服，只愿意自己决定相信谁。大 V 都在玩被需要的移情游戏。举几个你熟悉的大 V 例子。刘畊宏不讲道理，但能让你出汗你就信了。罗翔不喊口号，但能帮你理解复杂事件你就点关注了。李佳琦不分析原理，但总能选到你想要的口红你就跟买了。他们共同点不是说的多，而是解决的准。他们是感受导向，不是输出导向。这就是影响力的真相。别人靠近你不是因为你厉害，而是因为他需要你。实操5步模型，把价值感变成你的被动吸引力。第一步，别乱输出，收敛表达，给对方留思考空间。心理学里叫认知屏蔽，你话多了，人家本能略过。实操建议10句话里只说3句，剩下的让别人自己消化和补全。沉默加专注眼神，有时比滔滔不绝更震撼。你追求的不是表达爽感，是输入效应。第二步，用钩子式共鸣开启每次表达。别当道德班主任，学会提问引发焦虑共鸣。不说你得早点睡，说是不是每次下定决心早点睡，结果一滑手机又到了凌晨1点。大脑一开同理回路，才愿意真正听你说。第三步，建立你的角色锚点。别人记住你不是你知道多少，而是你代表了什么。你是朋友里的情绪急救员，还是公司里的靠谱解决王？你在哪被需要，哪里就有影响力。原则，不必做多面手，先做单点高手。第四步，引发自我投射，让别人把你升为。人不会膜拜显百型高手，但会追随他眼中的未来自己。用失败加逆转讲故事。我以前也被忽略，改了说话方式，彻底翻盘。你是过来人，是未来版本，我要听你。第五步，创造信任触发器现场。影响力不是你说的多好，而是别人亲眼看到你解决问题。做个带头人，用结果说话，让别人亲自体验你的价值，别光听你说。真正高手从不抢话，但没人敢忽略他。你越想推销，别人越开隐身模式；你越想输出，别人越快进跳过。但你一成为问题终结者，注意力像磁铁，自动吸过来。你最常在哪种场合说了没人听？评论区写
我最无力的一次表达是，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故事，争取帮拆解影响力盲区。点个赞，让被听见成为你的新日常。订阅频道，下一集聊为什么你很努力，却没人真正靠近你。下一集揭秘影响力背后的人性真相，帮你打破孤独无力，赢得真正支持与认同。影响力不是嘴上功夫，而是被需要的权利。不是你有多厉害，而是你让别人非你不可。掌握这套规则，影响力自然开挂。